哎，你不看路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太着急了。着急？我们集团分分钟上百亿的生意，耽误的时间你赔得起吗？算了，我不管，要知道做事。你这份数据有很明显的漏洞，怎么不处理？漏洞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真是服了，你一个送外卖的还看得懂数据？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别耽误我们穆总的时间。我好心好意的。行，算我多管闲事，但我话放在这儿，你这块业务3天之内必爆雷。神经病啊！你一个送外卖的排水分。刘部，我想听听你的解释，可以给你钱。嘿，不是不让我说吗？穆总，这一看就是来骗钱的。穆氏集团已经跌落神坛了，您怎么还处理闲事儿？这张卡里有50万，换你1分钟，如何？看来这个女人就是穆老的孙女，有点意思。既然你如此有诚意，那我就说开。你们这块业务我关注过，但很明显这份数据漏洞百出，跟资金投入完全合不上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份数据作假的报告。到现在，如果你还没发现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你公司内部有人捣鬼。一派胡言！你不过看了一眼而已，怎么可能分析出这么多？穆总，我看他就是奔着骗你钱来的。谢谢，我会核实的。这个钱你该拿。要我说啊，还得是你有脑子，分得出轻重，不像某些人。总之，谢谢你的50万，走了。穆总，你能不能别任性了？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无可能。现在穆氏被抄，我不甘心，任何可能威胁到穆氏的问题，我都要查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您怎么会输呢？雨禾，爷爷老了，以后穆氏集团就全部交给你了。黑金国际，我不管你背后是谁，穆氏的账必会找你讨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禀告穆总。什么事儿？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不好了，穆总，集团新开的板块在数据上突然出现漏洞，连连亏损，所有股东现在正堵在穆市长您要说法。什么？竟然真的让他给说对了。穆总，要不还是赶紧去请穆老吧。不行，爷爷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解决。可是，别说了，调动集团的信息网，把那个送外卖的给我找出来。郭总，您真有福气，这人又真是极品。一般。哎呦，侯总，你瞧瞧你，非让人家做这个边边的东西，多害臊呀！哎，佩佩，你身材这么好，奖励奖励大伙怎么了？别那么小气。哎呦，真是的，那我奖励他们，你可要奖励我哦。别着急，你的奖励马上就到。打扰一下，电话打不通。这震动棒谁买的？佩佩，放手！给你脸了是吧？敢胁迫老梁？佩佩，他们对你根本就没安好心。哦，你是佩佩那个废物男朋友是吧？巧了，哦，送外卖的。怪不得，底层垃圾总是把人想得肮脏不堪。我想，你给佩佩买这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没什么意思，找点刺激嘛。怎么，犯天条了？你正义使者呀？我们想怎么玩，还用向你汇报吗？陈峰，真是不长眼啊！人家郭总可是黑金国际的总监，像他这么优秀的人，能有什么坏心思？什么？他是黑金国际的？像你这种底层臭屌丝，永远不会知道黑金国际总监是什么概念。哎，这么跟你讲吧，我干一单生意，几千万到手了，你送一单外卖，几块钱，这就是差距。只要我动动手指，你工作就没了。我还真是大意，竟然让你这种人进了黑金国际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黑金国际你说了算啊？没错，
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你失业。佩佩，你是在哪里找的男朋友？敢说这种大话？脑子受了刺激发癫了吧？佩佩，你踹了他，跟我们郭总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就这种社会低层的垃圾，根本配不上你。我正有此意。佩佩，我今天是准备向你求婚的，不信，你看，戒指我都为你准备好了。哦，我要是没记错，这应该是价值几个亿的明珠之星。你一个底层送外卖的，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贵重的奢侈品？哎，佩佩，别让这臭小子骗了。假的。想想也是假的，因为我刚才激动了一下。楚凌风，没钱就算了，你还满嘴谎话，老娘当初真的是瞎了眼。佩佩，我给你保证，这戒指货真价实。你看，别装了，像你这种底层臭屌丝，根本就上不了台面。哎，哥几个，今天还没热身吗？去练练手。打他！对，来，这谁？这是我来，我去！谁他妈硬脑子？给我住手！郭总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谁呀？老子是黑金国际总监的，你个臭娘们敢跟我动手，你疯了！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敢动我的人？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找包手是吧？我认栽，撤！这明珠之星竟然是真的，这个送外卖的果然非比寻常，他身上一定有秘密。真没想到，我楚凌风也有看走眼的一天，真是可笑。不过是个不识货的女人罢了，你这样不值得。谢谢你。不过，你刚才为什么说是你的人？因为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。这份合同价值500万，签了吧。这是你送10辈子外卖都换不来的价格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想请你做我的首席顾问。这穆雨禾倒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眼下不宜公开身份，进入穆氏倒也是个很好的掩护，但是总得对她考验一下。请我做顾问，就这价格，你在侮辱我！送外卖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要不是穆总可怜你，否则以你这种身份，给穆氏刷厕所都不够资格。我楚凌风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，500万还是留着你自己填窟窿吧。等等，你可以开价，只要合理，我都可以接受。穆总，他就是坐地起价，这种人心术不正，进了穆氏恐怕会闹出大事儿。别说了，开价吧，5000万。你想要5个亿？错了，是500亿。这什么咖啡这么甜？给我换。这是咖啡吗？这么苦。给我换。臭送外卖的，别太过分了！要不是穆总高看你一眼，我会在这里伺候你。怎么，这就受不了了？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吗？楚先生，这是我为您亲手调的咖啡，加了糖的美式，不知道您可喜欢？还得是穆总亲手泡的，我非常满意。
那你就赶紧给我解决问题呀！让他们都下去吧，这件事跟他们无关。你搞什么？他们这些人都是直接负责项目的核心人员，你连问都没问就说和他们没关系，你不长脑子！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牧师会输了吗？没想到穆老经营了一辈子，你们这些后辈还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侮辱我们穆总吗？废话少说，把你那拍马屁的本事用在工作上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烂摊子。这就是你们牧师处理事情的态度。让他们都上来吧，躲得过初一，躲得过15。快去吧。穆总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避而不见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还有没有把我们集团股东放在眼里？今日我们2人前来，是代表集团的所有股东，您必须给我们个交代。2位稍安勿躁，这件事情确实反常，我们也还在调查当中。调查？知道烧了多少钱吗？你该不会是耍我们？难不成穆老爷子退了，穆氏集团垮了吧？牧师垮不垮，你们说了还不算。你是谁呀？目中无人，还真是自大。穆老退了以后，你们就乱了方寸，怪不得你们牧师会出岔子。我看你们啊，也只是会乱叫的无能之辈罢了。你是什么人？那可是穆氏集团首席位子，赶紧给我滚开！一张座椅而已，你紧张什么？还是说你觊觎此位？你，穆总，这谁呀？怎么什么人都往公司里带？没错，我们聊的可是集团的商业机密，怎么能让一个不明小卒的参与进来？穆总，你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不论前因后果就乱扣帽子，看来你们真的是很急啊！废话，当然着急。穆氏集团出了问题，烧的是我们的钱，我们的钱大风刮来的。小子，赶紧给我滚开！我不知道你跟这个穆总是什么关系，但是今天没有你说话的权利。谁说他没有这个权利？给2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穆氏集团的首席顾问楚先生。首席顾问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是不是你穆雨禾没有什么能力啊？找了一个下等货，真当我们那么好骗？穆氏集团就从来没有什么首席顾问这个职位哦。您穆总今天是开了先河了呀！啊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偌大的穆氏集团，请了这么个无名小卒来当顾问，嘿，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呀？两位老总，穆总他也是想解决问题，否则也不会出此下策。下策？连你都知道是下策，他穆雨禾不清楚吗？我看他就是想让穆氏集团土崩瓦解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想解决问题，却不让人家开口说话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穆雨禾，我们是看在你是穆老孙女的份上喊你一声穆，但要论资历，还差着远呢。没错，我们是穆氏集团的功勋元老，跟着穆氏集团拔地而起，论资历也算是你的长辈了。怎么说你2句还不耐烦了？这就是穆老先生教出来的好孙女儿。真优秀。如果雨禾刚刚有所冒犯的话，在这里给2位赔个不是。之后的问题呢，咱们还要一起面对，希望能与2位同心协力。穆总，你不必跟他们道歉，该道歉的是他们。小子，好大的胆！就算是你是什么首席顾问，充其量也是个臭打工的，跟我们比算什么东西？今天穆雨禾必须给我们道歉！你笑什么？我是笑你们太过着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换作是你们的话，我现在就会陪着穆总把项目给做好，以免以后项目出了什么纰漏，穆总碍于情面也不会过多的追究。这，我们对穆氏集团忠心耿耿，能有什么纰漏？从我一进门开始，你们就论资排辈，到处挤压。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多了吧？我劝你们还是从实说来。若是被我戳破，可就晚了。哎呦，想吓唬我们？
真是笑话！这穆氏集团的结构纷繁复杂，你才刚刚进入集团，股东的名字你都没认全呢。就算我们有什么秘密，你配知道吗你错了，海城商界谁起谁落，谁亏谁赢，我全都知晓。特别是你们穆氏集团，我更是了如指掌。狂口小儿，大言不惭，恐怕除了黑金集团幕后掌权人，没人敢这么说话。那可是让人失望了。都说人越老越精，可你们的手段却如此的拙劣不堪。我要是你们的话，我就不会使这么卑鄙的手段，更不会急于一时。我明白了，你们，照你这话里话外，是我们损害集团的利益了。这可是你们说的，谁心里有鬼，谁自然清楚。你。项目的所有数据我都看过了，资金的投入、项目的预期，一切都非常完美。穆总的眼光也的确够长远。若是项目发展顺利的话，后续的收益不可想象。但是架不住你们居然有人居心叵测，穆老只不过输了一局而已，你们就想着谋朝篡位，一步走错，前面就是万丈深渊。你们自己看看。楚先生说吧，茅塞顿开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我刚刚是我们冒昧了。对。如果说这个穆总既然没出问题，说明这个穆氏还有救啊，还有救啊！那我们就静等穆总的好消息啊！我们就告辞了，告辞。穆总，损失止住了。看来你猜测的没错，我就说怎么爷爷一退位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果然是那两个老东西搞的鬼。你这次表现的不错，看来我的钱没有白花。只是，为什么你要拦住我，不让我拆穿他？看破不说破，都是一枚棋子吧。他们只是浮在水面上，真正的幕后黑手才令人气愤。明日的商界峰会，你随我一起去。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，你可得为我好好办事儿。少爷，这是郭浩的资料，他父亲是海城三巨头郭氏老总郭彪，为了让儿子能够进入黑金集团，他可是下了血本啊，把整个郭氏的命运全部赌在他的儿子身上。也就是说，郭氏的生死完全掌控在咱们手上。我知道了。明天的商界峰会是不是由他全权负责？是，当时郭浩得罪了你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把他撤走？不必，就这么安排。趁此机会，我正好看一看我们内部究竟有什么问题。自打黑金站上海城之巅，上京方面可能有所察觉，我正好借着进入穆氏的机会，纵观全局。恐怕穆氏出事没那么简单。您说，上京的那些老家伙们可能发现了您的踪迹？不可能。就是不知这幕后黑手究竟是谁。他们的野心不单单是我。警方总消息，我的存在不要走漏半点风声。是。10年，上京的老东西们，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这笔账我会讨回的，不远了。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回事呀？这就是你不自量力的后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叫不然你会自己目中无人，即便是你天斗奇才，可上京商界仍不能处事一家独大。我楚家已将龙头之位供出，所有家产都付之一炬。你们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，害人性命啊？楚家不灭，我们4大家族可以安心。来人，动手！
我要好好记住你们的脸，今日我若不死，他日定当加倍奉还。少爷，少爷，快放胡少爷离开！听闻最近海城闹了不少动静，商家改朝换代。穆大钱这个老家伙已经退位了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，倒是有几分当年的压迫感。多虑了，上京出家早就被我们赶尽杀绝，如今已过了10年，楚家那小子根本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不可大意，一日如他音讯。我等就一日不得安宁，100年难得的天纵奇才，断不可能就是任您。莫要担忧，正所谓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别忘了，我们上头可是还有位高深莫测的高人，海城桑季，必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喂，我的海城，我让你办的事情有眉目了吗？都准备好了吗？上次的事儿啊，咱们已经很被动了。等以后沐雨河那丫头翅膀硬了，我们在集团就很难容身了。放心，我都已经查过了，楚凌风这小子呀，就是个送外卖的。不过沐雨河这丫头还真会整事儿，那天把我们俩都给唬住了。无妨，但是这事儿啊，不能从我们嘴巴说出。我了解到，这个楚凌风跟郭浩是有过节的哦。若是让郭浩挑明，我们再顺水推舟，表明立场。以后在黑金集团，就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哎呀，那咱们也能见一见黑金集团的幕后掌权人了，一飞冲天，指日可待。黑金国际代表团入场，人来了。哎，没掌声的吗？我黑金代表啊！靠，还要掌声啊！哎呀，郭总久仰久仰，我2人是穆氏集团的代表，如今黑金集团做大，以后还望多多照顾呀。郭总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，身旁还有家人相伴，看来黑金国际对您是十分重视啊。我们海城商界又要崛起一位新星了。2位老总过奖了，早有耳闻啊，今天第一次相见。也是我郭浩的荣幸。客气。穆氏代表团入场。郭总，这不是那天健身房的那个？周长成员，你们到的可真够早的呀！亏我还等了你们那么久，这爷爷一退位，你们还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穆总误会了，我2人并非对您不敬啊，我们只是过来探探情况。也对，这往年的商界峰会呢，都是我穆氏坐庄，这冷不丁的换了个位置，你们确实得花点时间适应一下。哟，郭总，你看，这不是那天健身房那个多管闲事的大姐吗？难怪底气十足。穆氏集团的长公主穆雨荷。郭浩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人物，办好你的峰会吧，我怕明年啊，你就没有这个机会。妈的！郭总，不用理他，像他这种手下败将，也就只剩一张嘴硬了。
贱人，你是疯了吗？这杯水呢，是泼你对我大言不惭，你摆正了位置再跟我说话。至于这一巴掌，是对楚凌风不值。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就该打。亲爱的，你的女人遭欺负了，你管不管啊？穆雨禾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，这是黑金国际，我说了算，我随时能把你扔出去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我是输了，我心服口服，我穆雨禾输得起。但轮不到你这样的人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我能跟你说话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没错，越是跳梁小丑，越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就凭你们，也配打着黑金集团的名号？楚凌风，你怎么在这？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保安，保安，怎么办事的？啊！我让你放人，你把狗放进来了。可是个屁！滚！我邀请的，有意见？哦，难怪你刚才特意说了一句楚先生，原来说的就是这个废物。管好你的嘴，刚挨了一巴掌还不够是吗？好，穆雨禾，没想到你会对这种货色上心。一开始我以为你只是多管闲事呢，没想到你是真跟他有一腿啊！郭浩，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哎，郭总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这位可是我们穆氏集团的首席顾问。没错。他首席顾问，他楚凌风何德何能，能成为穆氏集团的首席顾问？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贝贝，他是什么人你最清楚。来，见了他们亲。这个。他，楚凌风，是我的前男友，一个送外卖的窝囊废。什么？送外卖的？哎呦，难怪我就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呢。真相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穆雨禾，这到底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送外卖的怎么了？身份不分贵贱，只要他能给集团解决问题，他就是穆氏的人。好，哎，穆雨禾，按照你说的，什么扫大街的、刷厕所的，都能去你们公司当个顾问。你真是一个大善人呐！穆雨禾，枉我们股东对你这么信任，你就找这么一个窝囊废来糊弄我们，该不会你真跟他有私情吧？周总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别人不相信穆总也就算了，连你都这么说吗？有什么不能说的啊？他穆雨禾都这么不要脸了，我们俩这张老脸要他还有什么用？你们两个呀，在这装什么惊讶呢？演的还挺逼真的，我差点就信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派人跟踪我、调查我吗？我送外卖的事，你们应该早就知道了，还在这演得这么震惊。我怀疑你们两个呀，是不是提前和郭浩商量好了？你血口喷人，我们没有调查。你们还真以为我在海城没有眼线啊？哼，这个楚凌风，你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？就你这种屌丝也会有眼线？刘佩佩，你还是真的蠢啊！我送外卖的事情，不就是你告诉大家的吗？跟你说实话吧，海城所有的外卖公司都是我开的，3万个弟兄，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，半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把资料送到我面前。当然了，包括你贪污了穆氏多少钱去赌博，还有你晚上上了谁家老婆的床？周长，你他妈敢绿老子！陈总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照片都是合成的，
他挑拨离间他。更何况你不是也拿公司钱赌博吗？一个赌博，一个趁人家不在爬上人家老婆的床，你们两个还真是臭味相投啊！我就说项目怎么会出现问题，原来绝非巧合。你们两个能在墓室，真是墓室的耻辱。哎呀，穆总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那小子胡诌的。对，这照片一定是假的，这是。诺涵，把他们给我带回公司看好了。你们吃了公司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要分毫不差的让你们吐出来。来人！为什么你不能这么对我？我身为勇，身为棋子还不自知，真是可悲。哎，楚林峰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今天这个事儿呢，算是你们穆家的家事啊，就当给大伙儿当个笑话了，是吧？啊，不好，我这个人锱铢必较，只怕过一会儿你也会沦为笑话。不是，哥们儿，开国际玩笑呢？就你那点手段，根本就威胁不到我。且先不说我在黑金国际身居高位，就我身后的背景，你和你都无法伤我分毫。你背后的背景，我还真是好奇呢。不知者无畏。海城除了穆氏、黑金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利益体，这个利益体与你们穆氏不分上下，那就是海城三巨头。海城巨头赵氏、袁氏代表入场。今日可真是热闹，这赵氏、袁氏的老总都来了，怎么不见那个郭氏的老总来啊？不知道，恐怕呀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诸位啊，不用疑惑，我就是郭氏的继承人，我爹是郭彪，所以郭氏未来的继承人就是我。什么？郭浩是郭氏集团的未来继承人？这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他在黑金国际身兼巨职，这下郭氏集团又要一飞冲天了。两位叔叔，好久不见呢！贤侄好风光啊！今日我们二人可是特地过来给你捧场的。后生可畏，我们海城三巨头今后还要多多倚仗郭氏，多倚仗贤侄你啊！看着了吧，这就是实力，这就是底气。如今我郭浩背后有2座大山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哎，小姐，你的未婚夫好像找到了。哎呀，段小姐亲临海城，郭某人真的是受宠若惊啊！哎，只是不知老爷子身体近来可好吗？郭总啊，待客的茶叶、沏茶的火候可都是有讲究的，跟我们上京段氏做生意，可要注意分寸。没关系，既然有合作，你就是自己人。只不过以后这种俗品就别拿出来现眼，否则丢了你的脸面事小，我们段氏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哦，是，段小姐教训的对。哦，我这就给您换一杯。不必了，今日前来除了合作，还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这个人可否见过？不知此人跟段小姐您是？该问的别问。对，段小姐实在是抱歉，此人我实在是没见过呀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郭彪，郭浩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？在海城商界还轮不到你说上半句话，和你斗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郭浩，即便你是郭氏之子，你现在还在黑金集团麾下呢。你出来打着集团的名义耀武扬威，你们程总知道吗？哎，这屌丝还认识程总，他拿程总过来压我。哎，今天商界峰会就是程总给我的，今天在此，我说的话就是程总说的话，我的决定就是程总的决定。你少在这得意忘形了。我穆雨禾代表穆氏向海城三巨头、向黑金集团正式宣战。穆总，话可要想好了再说，千万不要祸从口出啊！年纪轻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穆雨禾，于我们而言，不过是初出茅庐的菜鸟。你穆氏之所以能统治海城商界50年，
是因为穆老。如今穆老已退，穆氏体量大幅缩水，风光早就不在了。穆总，切莫冲动啊！如今穆氏元气大伤，不宜再次开战。楚林峰说到底不过是个外人，为了他不值得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并不是冲动行事，也不是为了某个人，这是我穆雨禾的意思。这海城商界的第一把交椅，我必须夺回来。这穆雨禾该不会是疯了吧？穆氏虽说体量大，但也不负往日风光。穆老爷子50年风光，看来要被这孙女败坏了。穆氏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，这下啊，可有好戏看。哎，都听到了吧？成王败寇，在海城商界地位，穆雨禾我不管你和这个废物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们两个，今后你们都要在我脚底下活着。郭浩。其实你呀是个人才，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只能往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狗眼看人低。楚凌风，逞一时口舌之快算什么男人？就算你有点本事，充其量也只是个底层的小老板，说到底也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屌丝。想要压我的郭总一头，你还不到这个火候。做了什么狗屁顾问，你就以为自己起飞了？穆总我都不放在眼里，你算老几啊？你去问问你们程总，我算老几？楚林峰，你给我滚下来！那可是程总的位置，旁人坐上就已经大不敬了，你还敢用脚踩？快点下！一张破椅就让你们如此紧张，看来你们对程岩倒是怕得很呐！放肆！程总可是黑金国际的头把交椅，整个海城商界的门面，只有他能直面那位逆天的幕后掌权人。你如此不敬，是不想活了吗？无知小人，你不过是区外卖公司的老板，若不是穆氏带你入场，你真以为你有资格和我们针锋相对吗？滚下来！漂亮小丑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楚凌风，唉，真的没想到你的死期来得如此之快。念在你我之间有过一段，你放心，你死了之后，我会给你烧纸的。楚凌风，你赶紧下来呀！虽说我要跟他们开战，但是我穆氏要做的光明正大的。今天是黑金的主场，这手做就是规矩，咱不能坏了规矩。规矩？哎，算你识相，想必是吓破胆了吧？穆总，接下来不要眨眼睛，我要让你意识到你的钱花得值。哎，既然你们如此看重这首座之位，我楚凌风今日就送你们一份大礼。楚凌风，你怎么又上来了？你想干什么？今日我楚凌风就在这儿破了你的狗屁规矩！楚凌风，你疯了！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郭浩，你担心的是你自己吧？你为程岩精心准备的一切被我搅乱了。说到底，你是负责人，最后这责任还是会落到你的头上。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郭大少爷也会有怕的人呐。全职，我们今日可是过来给你捧场的，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可不能摊到我们二人身上啊！老赵，这孩子心里有数，孰轻孰重拎得清。你们这海城三巨头可真有意思，有利可以共享，有难就各自为营，还真是让我开了眼了。穆总，楚凌风闹得这么大，看来这次穆氏是彻底与整个海城商界为敌了。别怕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出事了我担着。穆雨禾，你们穆家当真要把海城商界捅个窟窿不成？你今日与我们为敌，我就怕你接不住了。郭浩，只怕接不住的是你吧？我先前就跟你说过，我这个人锱铢必较，你先前惹了我，你就别想全身而退。这他妈是我的地盘，我能让你在我的场子打了我的脸？大眼子，把在场姓穆的都给我捞出去！好啊，好啊，程岩，你可看清楚了，
这就是你调教出来的属下，威风得很呐！楚凌风，你在干什么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哗众取宠？哗众取宠的是你们，哗众取宠的是你们。成儿，怎么来这么早啊？这峰会还得等到才开始呢。早，我要是晚来，这峰会恐怕是开不了。我把这件事交给你，是给你爸面子，是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就给我办成这样。确实是发生点意外，但我也没想到啊。意外？你当我是一个傻子？你刚才所作所为，我都看见了。诚有息怒，刚刚呢确实出了点意外，啊，在场的诸位啊都可以证明，啊，郭贤侄确实是尽心尽力，并不是有意为之啊。我问你了吗？黑金集团的事和你赵氏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黑金内部的事情，我们要插手，尽管欺骗就好。我今天就是要插手黑金内部的问题，我倒想看看我这个跳梁小丑今天究竟会怎么样。穆雨禾，程总都来了，你们穆家人就别装了，手下败将就老老实实的啊，看好你们家的狗。不好，你刚说什么？我说让穆家人看好他们家的狗。蠢货，我看你才是那条狗啊！程总，你听我解释，你看，都是那姓楚那小子干的。你看不看那个椅子，全是他弄坏的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程岩，那就是我和你说的黑金内部的问题。这种人，你怎么好意思招进黑金内部的？姓楚的，这是我们黑金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插嘴？还敢张狂？你巴掌没挨够是不是？程总，你凭什么打我呀？你还在这儿给我狡辩啊？其实我早都来，我一直在后面的监控看着你呢。你借着集团的名义为非作歹，目中无人。要不是楚先生告诉我，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会做什么东西啊！什么？您叫他楚先生？您没搞错吧？他就是个送外卖的。您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底层人物？蠢女，你和楚先生有一段恋情，那是你修的福分，凭你根本不能直呼楚先生的姓名啊！楚先生，总，黑金集团的陈总竟然对楚凌风如此攻击，他该不会……即便是这样，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。等事成之后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从今日起，黑金国际已经容不下郭浩。像你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你不配做我的手下。你笑什么？程岩，我笑你蠢。你有什么可豪放的？叫你声程总，真把自个儿当回事了。我听到了，你是对我十分的不满啊。程岩，说白了，你就是条狗。谁不知道黑金幕后有个大佬啊？你以为我们尊敬的是你吗？我们尊敬的是你幕后大佬，他能运筹帷幄，你懂吗？郭浩，我承认你说的没错。凭我程岩，黑金国际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。就算背后有一位这样的神秘人物，也不是你为非作歹、胡作非为的借口。今日你宁愿给一个送外卖的百般尊重，都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说的再好，你这辈子只能当一条狗了。郭浩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知道，你刚说的那个废物，他是何等的身份？楚先生是今天的贵客。这个楚凌风，居然和程岩也有关系，莫非他真的如我所想，是黑金背后那位？真是有趣啊！一个毫无背景的垃圾，被黑金国际第一把交椅作为座上宾。活久见，哎，活久见！看来黑金的辉煌到此为止了。你等我郭浩回到郭家，我一定把你们踩在脚下。郭氏父子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掀起什么风浪。你别忘了，郭氏的生死掌握在我们黑金的手里。那恐怕又要让你们失望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郭氏集团早就背地里找好靠山了吧？没错，楚凌风，虽然你是社会底层，但你确实还有点脑子。要不这样吧，
别跟木家了，你跟着我，我保你未来可期。贤侄，你不会在开玩笑吧？在海城商界，比我们3家势大的那只有黑金国际啊！没错，这话可不能说得太过，要是把黑金得罪透了，郭氏容易遭受灭顶之灾。两位说说多虑了，商界这么大，我们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当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咱们海城对于外界而言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。要想活得长久，眼光要放遥远。上京，楚林峰，你懂得蛮多的嘛，让我对你有几分敬佩。那倒不必了，有些事情我比你更了解。哦，吹，接着吹，你吹牛的本事确实有2把刷，但是刷子上没毛。楚先生，若这是真的，上京控制了郭氏，那他们是奔着你来的。难道那4个老家伙发现你了？若是郭氏获得上京的青睐，恐怕海城的商界又要天翻地覆了。是啊，听说上京的4大家族都无与伦比的尊贵，不管是哪家站在郭家的背后，这都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啊。没错，我郭家背后确实有靠山，那就是上京4大家族之首的段家。谁是郭浩？给我滚出来！段志燕，他怎么来了？不会这个女人也跟你有关系吧？你可真爱沾花惹草的。到底谁是郭浩？给我滚出来！嚷嚷什么呀？这是哪来的野女人？就算要讨风流债，也得看清场合呀。你回来。原来你就是郭浩。你是哪个妞？我怎么没有印象了？我认识过这么漂亮的妞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我哪次喝多了把你睡了，忘给你钱了？妈！他们敢打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住手！嘿，跪下！你打我干嘛呀？打你，我恨不得天天剁着你喂狗！兔崽子，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祸吗？啊，我惹什么祸了？嘿，跪下！还在犟嘴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你面前的这位是来自上京段氏的千金段志嫣。许先生，这段志嫣8成找你的，咱们先走吧，要不然后来很麻烦。也好，爸，你给我开玩笑的吧？我现在还有功夫跟你开玩笑？哎，姓程的，楚立凤，这么着急走干嘛呀？看着段小姐来了，害怕了？国浩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很会作死？国浩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很会作死？国浩，自作聪明，到现在了你还看不清楚情况。这楚先生要走，那是给你们郭氏留一线生机啊！到现在你还闭不了你的嘴啊！我凭什么闭嘴啊？如今段小姐刚好到场，可以证明我郭浩所言非虚。郭浩，我段氏能为你撑腰，确实是你拿来炫耀的资本。可惜你用错了地方，更是用错了人。段小姐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还看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啊！段小姐和楚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你呀可摊上大事儿了。不可能！段小姐是段家千金，想的就是一个臭屌丝送外卖的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怎么可能在一起？你打死我都不信！呀，你快别说了，马上给我跪下，跪下，给楚先生磕头道歉。爸，你让我给段小姐跪，我认；你让我给这个送外卖的臭屌丝跪，不可能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他是我段芷嫣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，楚林峰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和上京段氏？前几天见他还是送外卖的，这才过几天呢，成人上人了。是啊，我跟这个废物在一起3年了，他一直都是这一副屌丝的模样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地位？那是你们不长眼。若是我早知道你们这样对我的楚哥哥，你们的下场就不止如此了。这戒指已经被你藏起来了。这么好的东西扔了多可惜啊！刘佩佩，这个戒指你还认得吗？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真的明珠之心呢？你身为一个女人，竟然如此不识货，怪不得呀，会被郭浩这个垃圾耍得团团转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亲爱的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
就一次水性杨花，不识好歹。周先生，你要怎么处理他？这个女人心机不正，留在商界也是个危害。刘佩佩，从今天开始，海城商界将会封杀你，没有人会敢用你。要想活下去的话，自寻出路吧。楚林峰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楚林峰。国浩，既然你不想让我走，那我就留下来跟你好好算算账。不要，楚先生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如果我知道您二位是这层关系，我就算死也要拦住这个逆子的。国标，要怪就怪你教子无方，生出来这个目中无人的儿子，在外嚣张跋扈的。就算我们不追究你，段小姐她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没错，敢得罪我的楚哥哥，还想全身而退吗？洛城，奔赴下去。从今日起，我们上京段氏切断所有和郭氏之间的合作。若是让我知道上京谁再敢与郭氏来往的话，别怪我段志源翻脸。是小姐。黑金国际也同时宣布，海城商界日后谁敢帮助郭氏，那就是与黑金作对。特别是你赵家和袁家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，我们绝不插手。一夕之间，海城三巨头就这么分崩瓦解，真是可惜。完了，我郭氏几十年的基业呀，都让你臭小子毁于一旦。这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我不服！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！几十年的基业呀，机会呀，不可能！段小姐。程总，今天这出闹剧也算结束了，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。我不管你幕后是谁，但是我爷爷输掉的那句，我势必会拿回来。往后，你们要小心了。楚哥哥，告辞。楚林峰，我们走。少爷往后的日子不好过了。楚哥哥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段芷嫣，你松开。不要，你可是我的未婚夫。段芷嫣，我们今天又可能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明明相处的那么好。10年前你们4大家族利用我、陷害我，将我赶尽杀绝，就连这纸婚约都是满满的算计。段芷嫣，爷爷要是真的希望你嫁给我，就不会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可是，楚小姐，你这样做影响不大。和楚哥哥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？当然有关系。楚先生是我花了大价钱请来的顾问，不是来和你谈情说爱的。楚林峰，我们走。穆总，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。你到底还瞒我多久？黑金幕后掌权人。你在说什么？就因为我认识程岩？那你这下的结论也太草率了吧？能让程岩如此敬重，又与段家千金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，在这海城，除了黑金幕后那位，我想不到第二人。那也只是你的猜测啊。穆总，这是干什么？我还没来得及摆个帅点的姿势呢。楚林峰，你最好别骗我。少爷，上京传来消息，方家已经被我们全面覆盖了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方家就……很好，接下来就等鱼要上钩了。回来啦，看你的样子，今晚的峰会不太顺利啊。哎呀，爷爷，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你还明知。那位楚先生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该不会是我的孙女婿吧？哎呀，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对了，我正好想给你打听个人。你看，这个人你认识？嚯，这就是那位楚先生，长得不错嘛。你挑个日子带回来给我看看。你能不能严肃点啊？对了，您真的不认识他呀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他？哎，玉豪，你怎么感觉怪怪的？
到底怎么了？整个海城商界就只有您见过黑金幕后主使人，难道楚林峰真的不是他？哦，你是怀疑他是黑金的幕后之人？嗨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我的好孙女儿。这黑金国际的幕后之人，我是真的没有见过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如果连您都没有见过的话，那跟您对应的人是谁呢？实际上那天只有我自己一人在场。至于那个神秘的幕后之人，看来还没有到了露面的时候啊。看来这黑金还有许多秘密嘛。这位楚先生虽然我没有见过，但是我感觉到他一定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啊！你可要把握好机会啊！爷爷放心，自有。我们穆氏集团在海城已经50年了，庆典在即。可如今，这海城的商界风云再起，孙女儿，你要小心了。放心吧，爷爷，任何人都别想伤害我们穆氏。嘿，你个废物，得罪谁不好啊？你偏偏又得罪上京的人呐！而且还是段小姐的未婚夫，我好容易攀上这上京的关系，现在都被你搅得给搅黄了。爸，这事不赖我呀！我要知道姓楚那小子扮猪吃老虎，我也不可能去惹他呀。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？命啊，这就是你我父子的命。以后海城肯定是混不下去了，还是换个地方另谋出路吧。爸，我不甘心呐！凭什么我们郭家当牺牲品？这口气我咽不下，咽不下也得咽。你要知道，他们那些人可都是手眼通天的主，这次没有把我们父子赶尽杀绝，已经算是万幸了。难道你还能有别的办法吗？当然有办法。上京并没有放弃。方公子，大老远从上京过来看我们笑话啊？不好，我知道你们父子俩肚子里有气，但是我的出现，事情就会有转机。方公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要知道，灭了我们生路的可是你们4大家族的段芷嫣，如今你又跑过来唱白脸儿，这究竟什么意思嘛？莫要心急呀，嫣儿的脾气一贯任性，但是她并不能代表4大家族的态度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想重新跟你们谈一下合作的事。什么合作？方公子此话何意呀？当然，你们的事情上京已经知道了啊。4位长老很是着急，所以准备一举拿下海城商界，无论是黑金还是穆氏，都通通一举拿下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4大家族将会推举你们2人作为代言人，届时你们就是海城。方公子，事情恐怕没你想那么简单吧？且先不说黑金国际背后还有一位幕后大佬没有出现，就单单是穆氏集团，我们就已经很难搞了。如今他身边又多了一位上京的准女婿辅助，别说是你，难搞，真难搞。你是说楚林峰？对，就是他。我正是为此事前来的。他只是一个在上京混不下去的孤魂野鬼，不足为惧。此话怎讲？实话告诉你，楚林峰早在10年前就被上京的商界封杀，如今四处逃窜，现在靠上穆氏，也就算是能找个地方苟延残喘罢了。灭了他，易如反掌。不过话虽如此，可段小姐那边倒是怎么交代的？毕竟他们2家可是有婚约的。你可以问问段老爷子，这婚约他老人家认吗？不过是手段罢了。楚林峰的价值早就被我们榨干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既然如此，一切都听方公子安排。欢迎诸位，欢迎。诸位，欢迎你们前来参加我穆氏集团50周年大典。
我穆大前纵横商界50年，能看到今日的圆满，也算是心安了。哎，我敬大家一杯，恭贺穆氏集团50周年大典。穆老，您峥嵘一生，早已让我们这些晚辈敬仰了。虽然我黑金国际曾是穆氏的敌人，但我对您的敬仰是绝对发自真心的。这杯，我代表黑金国际敬您。来。程总，谢谢你啊，你有心。楚先生怎么还没有来？这楚凌风和莫完到底在搞什么鬼呀？我把那个信楚了，二位不敢来了吧？郭氏父子今日亲自上门，想必又没有安好心吧？程总，这里可不是你黑金的主场啊！我希望你少管闲事。不速之客，我记得我并没有邀请过你们。是啊，我们郭家真是落寞了，只能不请自来了。再说了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们怎么可能不表达一下对穆老的敬意呢？所以今天特地备了一份大礼，还望穆老一定要笑纳。谁稀罕你们的东西？给我拿走！哎，来的都是客，今天我穆氏坐庄，哪有逐客的道理啊？来人呐，给他们父子安排位置。哎，不必那么客气了，干嘛那么麻烦呢，穆老？我们今天只是来送礼的。国豪，上礼吧。莫婉，找什么呢？林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慌什么？是不是丢东西了？要不要我帮你？不用，穆总说让我上来帮他拿点东西，我马上就走。穆老，这份大礼还喜欢吗？这郭氏父子是疯了吧？哪有人庆典送钟的？就是啊，哎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钟吗？这是口老式座钟，那他意思不就是穆氏集团老了要完蛋了吗？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就算报仇，也不能报到穆氏的头上啊！打击你们的，是黑金和上京的段氏啊！你们是找不到仇人了吧？还是故意做些让我们看？哎呀，不要着急嘛，程总。今天先荡平了穆氏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。你可真搞笑！你们郭氏都已经半死不活了，你哪来的底气呀？若是挑战，穆氏接受；若是威胁的话，别怪老头子我赶你们出去。你们爷俩还挺识货呀！风，楚云风，这座钟还是个古董，林峰。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才来？据我所知，上京孟氏早年间有一妻女流落在海域，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到底受不受上京控制。楚凌风，我还以为透露什么消息你不敢来了呢。你爷俩都这熊样了，还盯着我不放了？你小子不要太张狂！国彪，你今天这个态度，可比不上那天你给我跪下的时候啊。既然来送礼了，咱们就要开开心心的。虽然说你俩能力一般，但是溜须拍马这一套还是非常可以的。就比如这礼物，送的就非常完美。楚凌风，你到底知不知道送钟是什么意思呀？穆老，这礼物的寓意就非常好呀。我听说啊，这古董座钟工艺精湛，100年之内都不会停表。这不是祝穆氏集团争做100年企业吗？
楚先生说的对呀，这份好意，那我老头子却之不恭了。楚林峰，你他妈找茬是吧？顾浩，就你这智商，就别出来对人现眼了，老老实实做个富二代不好吗？还有你，郭彪，就你儿子这智商，你怎么敢放他出来呢？受你妈呢！操！你小子得意什么？我就仗着人家段小姐给你撑过一次腰而已嘛，怎么还真让自己当盆菜呀？就是，楚林峰，软饭硬吃，对付女人你还真有一手。看来你对我意见很大呀。太可笑了，你们父子俩恐怕还不知道，你们冒犯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吧？即便是有段小姐，楚先生的能力也是你们不能够比肩的。我劝你们啊，好自为之，不要再平添是非了。没事，我倒想听听看他们对我有什么意见。不过就是跳梁小丑罢了，他们父子俩混成这个样子，也是咎由自取。穆小姐，你心情挺好啊，还有心情说风凉话呢。你们穆氏集团今天就要走到头了。危言耸听，我可不记得我得罪过什么人。真可惜，你们包庇了一个上京的罪人，就他这种货色，连去段家做赘婿都不配。那又怎么样？这里可是海城，我们既然聘用楚先生，那就会给他足够的信任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去演复试。我们聘用楚先生，自然知道他的能力，们还不配说他。哎，老邓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用人之前你不先查一下，这个人只会给你们穆氏集团带来灭顶之灾。放肆，敢侮辱我的楚哥哥！我看你们父子俩是不想活了。敢侮辱我的楚哥哥！我看你们父子俩是不想活了。志言，你怎么还在海城？我就知道他们两个狗东西不会善罢甘休，我怕他们找你的麻烦，所以就留下来了。段小姐，你煞费苦心，某些人不领你情啊，要不你跟我得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说三道四？段小姐，郭某人已经给足你面子了。此前你让我郭家和上京断绝了来往，现在还要怎么样？即便你是郭家人，也不能做得这么过分吧？过分！得罪了我的楚哥哥，我没把你们赶尽杀绝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还敢在这里狗叫？段小姐啊，他何能让你在屁股后面一直当舔狗啊？郭浩，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！装，接着装。楚凌风，要不是没有段小姐，你就是个屁！有眼无珠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们要是得罪了段小姐，那还有一条生路。如果你们把楚先生得罪透，那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哦，楚林峰啊，楚林峰，我真小瞧你，不仅穆氏集团，就连黑金国际你都玩得团团转。啊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，过意得去吗？郭浩，有话你就直说，绕什么弯子呢？好，那我今天就揭穿你的伪装。他，楚林峰是被上京商贸封杀的瘟神，他的存在只会给海城添加更大的负担。怪不得明明有上京的关系，却常年混迹在海城，原来是被上京的大佬们联手封杀了呀！那要是这样的话，穆氏集团如果收留了他，那都不得遭殃了？你小子在这笑什么呢？我呀是像你们蠢，被人利用还不自知。你们父子啊，最好听我一句劝，知道这件事对你们没有好处啊。楚先生卷出的麻烦事远比这个多，你们若真卷进去，只是这场权谋的弃子。一个被四大家族针对的废物，能够掀起什么风浪？这个郭家父子啊，这脑子还真的是不好啊！哎，多说无益啊。郭浩，我虽然知道你不聪明，但是我也没想到你蠢得如此低能啊！今天还真是让我开了眼了。莫小姐，事情想的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是第一个包庇他，如果上京追究下来，你们穆家死定了。郭浩，哪来的自信大放厥词？若是上京那边真的有本事的话，你认为楚哥哥还会站在这里吗？段小姐，你可真会长他人士气灭自家美，这要是让你们家老爷子知道了，哎，
他能不心寒吗？我只是在阐述事实罢了。就算我爷爷来了，也会如此。笑话，简直是笑话！要知道，上京的4位老爷，那个个手眼通天呐，他们可都是华夏商界的顶点，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黄毛小子？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其实楚哥哥就是10年前商界横空出世的天才，真正能碾压4大家族的强龙。难怪段职爷宁可放下身段也要倒贴，原来这楚云峰岂有如此传奇的经历？峰回路转呐，没成想如此天才，竟然出现在了海城。爷爷您，怪不得当初我见到楚先生的时候，就感觉他身上有一种非凡之气，没想到竟是10年之前在上京商界搅动风云、翻江倒海之人，就在我的面前。楚先生，穆老，你言重了。话说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也不能把楚先生带进墓室。你们父子俩也算为海城商界做了回好事儿了。楚哥哥的厉害，就连爷爷看了都要忌惮3分呢。国浩，你们现在还觉得摸清我的底细了吗？你们的愚蠢只会让国家越陷越深。好啊！丧家之犬，说话果然硬气。楚大少爷，好久不见了。方少爷，你可算来了呀！不过这跟之前咱们商量的计划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无妨，这才刚刚热场，好戏还在后面。方天画，你怎么来了？燕儿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我不回去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楚哥哥，我要和他在一起。楚凌风，你们这算什么？三角关系吗？穆总，你吃醋了。我不走，楚哥哥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嫣儿，你被他骗了。楚林峰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他是在骗你。那婚约是假的，是段老爷子利用他的手段。即便如此，我也要和他在一起。王天化，我警告你，收起你那见不得人的心思。楚林峰，10年了，你还是那么阴魂不散。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们就做个了断。了断！我这次来，就是要彻底的消灭。方公子，你说这话未免太看不起人了吧？这里是海城，可不是上京，你这么明目张胆，未免有些越界了吧？牧师，你哪来的底气和我这么说话呀？看来对你们的打击还不够啊！这么说来，之前的亏损是……没错，能渗透的如此之深的，也就只有上京的人能做得到。牧氏背后的2个股东，估计也是受他挑唆，暗地里插刀，卑鄙小人。商业本来就是尔虞我诈，这些不用我再告诉你。王天化，你方家的势力10个牧师都不止，没必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吧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成王败寇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道理？没错，找2个女人给你撑腰，这算什么呀？楚先生是我牧氏的人，我为他撑腰，天经地义。真没想到啊，一个上京跑出来的废物，来了海城却变成了香饽饽。在我眼里，牧氏只是区区蝼蚁，你就不怕替他陪葬？方公子，你方家势力庞大，在商界只手遮天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穆雨禾也不是吃素的。倘若你敢动我穆家，我不介意跟你血战到底。血战到底！楚林峰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能让你不惜赌上穆氏，也保他的周全？燕儿，你看到了，楚林峰如此花心，你这么对他不值啊！你还真是会挑拨离间呢，怪不得这10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如此憎恨楚先生。原来他是你心中的心魔呀！你闭嘴！你知道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身为女人，他怎么想的我都知道。像你这种心胸狭隘的人，我是段小姐，也肯定不会选你的。你个贱女人，
我今天就灭了你们穆氏！我这说到你的痛处了吗？有种你试试看呢！穆总，不要冲动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不能因为我毁了穆老50年的心血。还算你有良心，那你就乖乖的跟我回上京，从此不踏足商界半步。我们4大家族能保你一生平安。方天画，你不觉得你说的这话很搞笑吗？从一进来开始就把我贬得一无是处，到现在还不是开出这等条件？说到底啊，你们还是害怕我东山再起，对你们产生威胁。这是内部的命令，如果你听话，一切照做，那自然相安无事。如果你不照做，我不惜搭上整个海城商业为你陪葬。好啊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很好，这是你自己选。从今天起，楚凌风3个字在整个商业消失，而你会成为整个商业的罪。楚哥哥，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，只要你答应不再踏足商界，我爷爷他们是不会针对你的。想让我做一个自由的囚徒，白日做梦。今日起，我楚凌风向整个上京商界宣战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不死不休。这楚先生是怎么想的？纵然他是天之骄子，但毕竟也是孤身一人啊。别说是4大家族了，就是方家，他也不能伤之分毫啊。完了完了，这不明摆着要把我们海城商界拉下水吗？先生，您的决定事关海城商界的生死，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！想找死就换个地方，别在海城，我们可玩不起。清楚了，你看到了吧？没有人为你的自私买单。穆总，楚凌风一意孤行，不如把他交给上京，如此也好保全我们穆氏的基业。楚，你当真以为把楚凌风交出去就能跟4大家族的人握手言和了吗？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整个海城，楚凌风只是借口。各位，大家听我一句劝，现在方公子明目张胆的挑衅，我等应与楚公子站在一起，共同抗敌。哎呀，穆老爷子，你说的可真轻巧啊！你不会认为今天到场的所有人都是你穆氏的体谅吧？啊，恐怕在你眼中，他们也都是炮灰吧？休得胡说！既然我爷爷已经说了，那就一定会保大家周全。一厢情愿罢了。方家的事，与穆共睹，谁不知道方家的实力啊？而你们穆家不自量力，自不量力的人算我一个。我代表黑金国际、海城商界头脑都已经达成共识了，这样还不可以吗？黑金国际，我倒是听说你们最近风头正盛，有几分实力，不如和我们上京合作。如此一来，化敌为友，岂不是对你们更有利？疯了，你也太高看了，他就是条狗，他背后还有别人呢。程总，目前呢，你就相当于是个傀儡而已，又自作主张做了这么危险的决策，就为了给这么个废物撑腰。你就不怕你身后的大人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让你丢了金饭碗吗？啊！姓程的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现在我可是方少爷的人，你这么做难道是要跟方爷作对吗？你妹妹也太高看自己了，在4大家族眼里，你们父子连条狗都不如啊！你别以为自己能好到哪儿去。是，我是条狗，但我是条好狗，而且我的主人就在这里，我看谁还说我自作。主人在现场，什么意思啊？少爷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说了，楚先生就是我的主人，他就是黑金国际最后的掌权者。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郭浩，就你这个智商，你就早点回家洗洗涮涮吧。上一次我已经暗示的差不多了，你作为曾经黑金的高管，你竟然没有察觉，你就是一个草包，难怪你就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命啊！
我想起来了，我就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你是楚林峰的管家吧？方公子，你今日到来已经风光的差不多了，我劝你啊，好自为之，免得被人把头打破了，回去不好交差啊。楚林峰，你早点承认不就万事大吉了？穆总，我不是有意要瞒你，只不过时候未到，我的计划还没成型。好，这一次我就原谅你，过会儿再给你算账。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一山倒比一山高啊！楚先生运筹帷幄，我着实的佩服。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今日之景也在你意料之中吧？穆老说笑了，对付这些货色，还用不上什么算计。笑话，楚林峰，你的口气未免也太大了。我奉劝你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可要想好了。那我今日也奉劝你一句，现在立刻夹着你的尾巴，滚回上京，否则今日就是你方家不灭之日。既然你想死，我必定成全你。通知方家本部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在1分钟之内让黑金集团破产。这，方天画，你太过分了！楚哥哥好不容易东山再起，你非要这样赶尽杀绝吗？娘，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知道，他楚林峰根本配不上你。谁让你自作多情了？我喜欢的人只有楚哥哥一个。楚林峰，你放心，我穆氏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联系穆氏，去支援黑金。穆总不必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楚林峰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站在这儿坦然自若，口出狂言？1分钟已经到了，我怎么没听到我破产的消息啊？你急什么？如今胜负已定，拖一点时间又有何妨？不对，不好了！方家的产业全部冻结，已经破产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方家是4大家族之一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破产？公子，是真的，方家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公子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回事？够了，事情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预判了你的预判而已。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们方家涉及的所有领域，上游下游全部的资产都由我们黑金承包了。10年，就算你东山再起，你怎么可能发展的这么快？方公子，做生意本来就是尔虞我诈，这可是您说的。我们只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啊。楚林峰，为什么你处处都压我一头？方天画，如今方家已经变成了这个局面，胜负难道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娘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跟你在一起，让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你答应我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你要干什么？方天画，10年前你们4大家族联合起来，搞得我家破人亡，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这是什么滋味。只要你能放我一马，我不会暴露你的行踪。方天画，你在做什么白日梦？你现在的处境，就算回到上京，也只会沦入别人的笑柄。方家已经覆灭，你们已经没有底牌了，更没有资格和楚先生谈条件。这个游戏，你们输了。楚林峰，即便是这样，那帮人也不会放我，你赢不了。方天画，那你就让他们放马过来。当年这4个老东西都没困住我，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单刀赴会的？今天我留你一条狗命，让你回去汇报，告诉他们，这场战役不死不休。方天画，你现在对于其他3家而言已然无任何的价值，回去之后自求多福吧。宋哥，别碰我！我自己会走，你我记住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哎，方公子啊，你这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我们爷儿俩怎么办呢？
滚！本公子，你不是本公子，你不是说要保我们国家吗？对，你们两个醒醒吧，他家都自身难保了，哪还顾得了你们啊？我看这郭氏父子啊，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可笑，简直就是海城的耻辱！各位，要不是他们俩和上京沆瀣一气，哪会有这么多破事儿？就应该把他们俩驱逐出境！驱逐！啊！楚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了我们吧！我给你赔礼道歉，放过我们，放过我们！放过你？你问问在座的诸位，他们答应了。楚灵飞，躲在背后扮猪吃老虎，你算什么男人？郭浩，我让你知道我的身份就已经够给你脸的了，别给我得寸进尺啊！闭嘴！你敢不脏死你？对，楚先生，你看到了，现在我们爷俩都给你跪下赔礼道歉了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我明天一早，不，今天连夜我们就赶快离开海城，从此以后再也不露面，再不影响你的。你傻愣着干嘛？还不赶快赔礼道歉，说自己错了，快承认认错，认错。楚先生，我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错了，听不到啊！我他妈说我错了！诸位，你们觉得我应该放过他们吗？不能放过。我穆雨禾代表穆氏，将你们父子永久封禁，逐出商界。赵氏赞成，王氏赞成，张氏赞成。哎，刚才你们还跟我一伙的呢。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，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商界，让他们知道这就是和楚先生作对的下场。楚灵飞，你他妈耍我！完了，完了！等着，几十年的完了。好，好一个乾隆出渊呐！蛰伏之后便会一飞冲天。我海城商界欢迎楚先生的加入，是我等的荣幸。不过此事过后，上京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等还是要警惕些为好啊。穆老，您当真以为手里有楚哥哥这张底牌就能和四大家族抗衡吗？段小姐，你这番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对了，你是上京段家的千金，这四大家族的利益都与你息息相关。你现在莫不是想要代表段家向我等宣战？我只是想保护楚哥哥，我不希望他10几年来的心血因为你们几个人付之东流。对，你说的意思我大概能猜得出来。你是说上京的四大家族背后还有高人？不错，四大家族的背后的确另有其人，而且他的身份超乎了你们的想象。我不希望因为你们这些人拉楚哥哥下水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想给我们下马威。今日我是看见你站在楚先生这边，我才对你以礼相待的。但是倘若你说完这番话之后，就别怪我对你当场翻脸。楚哥哥，你跟我一起回上京吧。范小姐，要走你自己走。他身为黑金集团的掌权者，又是我穆氏的首席顾问，你为何要差遣他呀？况且他与四大家族有血海深仇，你这样置楚先生于何地？楚哥哥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楚凌风，你要是敢跟他走，我一辈子瞧不起你。好了，我自有决定。快说！直言，我不会跟你回上京的。你回去告诉那四大家族，他们若敢来犯，我必奉陪到底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好啊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但你别忘了，我也是四大家族的人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回到我的身边的。楚先生果然大义，我等定当追随。那以后海城的商界就全靠楚先生了。爷爷，刚刚段芷嫣说的四大家族背后的那个人，您似乎认识。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察觉到，这四大家族发展得如此之快，背后有一个神秘人。按照商界对他的称呼，
这个人叫无名。这个无名，您当真不认识？不认识，就连上京的4大家族也没有见过他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个人似乎隐藏在海城。什么？穆老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这等手眼通天的人，怎么会在海城？我没有开玩笑，这个人就在中央广场的顶层。中央广场的顶层，那不是您与楚凌风对战的地方吗？而且，顶楼不都是您的吗？您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话虽如此啊，在中央广场的顶层有一个房间，从来没有对外开放，而这个房间的钥匙就在顶层中间的上方悬挂着的尊龙金口，才可以打开这个房间。我虽然在那里盘踞了几10年，但我没有资格接触过这个东西，只有这个无名才有权利打开。不过，要是因为此事把无名先生牵涉出来的话，那我们最好想一个万全之策了。穆老，你不必担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犯我者必将自取灭亡。废物，竟然让楚凌风摆了咱们一道！我把方家交给你，算是我瞎了眼了。哎，报销别这么粗鲁，辈子需要成长的，就是犯了小错，不至于。小错，要不是这个兔崽子失察，我们方家能沦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偌大的产业毁于一旦，你让我怎么做得着？我们4大家族啊，需要好多年，如今方家有了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理啊？幸好啊！如今看来，楚家那个聂总还是有一手的。事到如今，就请那位神秘的无名先生出山，我等与他利益绑定，他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孟老说的没错。芊言，你是来看我的，对不对？一个败下阵来的废物，就给我滚远点！妍儿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好像不开心啊。爷爷，我没有不开心。今天我来是有一个请求，请无名先生出山的事情，不如就交给我吧。妍儿，你可不要随便开玩笑啊！谁说我开玩笑了？如今4大家族有难，作为晚辈的我，岂会坐视不理？要知道，这世上的天才可不止楚凌风一个。妍儿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你的能力丝毫不亚于任何人，楚凌风根本不配让你有亲自去一趟海城，请无名出山。带着这个废物一起吧，好歹身边也得保子儿。是，你把我带着，让我有机会将功补过。楚凌风，你是我的，谁都抢不走。我会击垮你所有的骄傲，然后再把你牢牢地拴在我的身边。少爷，最近发生的事情多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啊。无碍，可能是有人说我坏话。对了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有眼线传来消息，沐雨河的助理孟婉连夜飞绑上京，他恐怕是要背叛海城。嘿，您之前说孟家的妻女会不会就是他？是或不是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他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小人物罢了，掀不起多大的风浪。这一局，我依旧占据先机。楚凌风，快点过来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见见你，不行吗？穆总，我紧赶慢赶的跑过来，结果就这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找无名先生，万一他站在我们这个阵营，那海城不就有救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跟4大家族可是有利益关系的，他怎么可能见我们？总得试试吧。哟，楚大少爷好手段，穆氏的长公主冷若冰霜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拿下。方天画，怎么又是你？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你这条赖皮狗还真是难缠。芷言，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方天画是什么人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对燕儿是真心的，不像你朝三暮四。楚凌风，我和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爱而不得，退而求其次。
什么意思？楚凌风，你在感情面前还真是白痴。段志远，你我同为女人，你的感受我清楚，但是你这样伤害自己，真的不值得。谁说不值得了？只要能达成目的，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。穆一禾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燕儿这叫迷途知返，他很清楚我对他怎么样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跟他证明，他跟着我是没有错的。有自信是好事儿，就怕到最后啊，还是一场空。志燕，我们可是从小到大的朋友，方天画这个人不值得托付，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。既然你今日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。段志言，既然你选择回归家族，那以后你就是我和楚凌风的敌人，日后相见必定会争个你死我活。好啊，正合我意。想必今日你们来这中央广场，也是为了请无名先生出山吧？我可奉告，无名先生和我们四大家族的利益捆绑得根深蒂固，他是不会见你们的。想请他出山，你们简直是白日做梦。没错，我们早就和无名先生约好了，今天来就是请他出山。所以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无名先生不会见你们的。海城很快就要灭亡了，穆氏和黑金早晚会成为四大家族通往神坛脚下的亡魂。怎么办，楚凌风？万一无名先生真的出山，我们就真的毫无招架之力了。你回去通知穆老，我跟着他们，等我消息吧。果然上钩了，一切都在预料之内。程岩，该你出场了。晚辈上京段氏段芷言求见。晚辈求见。无名先生，我们是四大家族的后辈，之前跟您说好的，今天过来拜访您。无名先生。方天画，你可真是粗鲁！我要是无名先生，我也不会给你开门的。楚连风，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呐！谁规定我不能来这？这大厦难不成是你方家的？楚凌风，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处心积虑地跟上来，莫不是要偷听？芷言，几日不见，你怎么就变了？只不过我想通了而已。曾经的我，不惜花费10年的时间也要留在你的身边。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？如今的我再也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段芷言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。不要再说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是敌人了。既然你说这场战役不死不休，那我段芷言就奉陪到底。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晚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只有我能给燕儿幸福。待我们四大家族将你彻底毁灭之后，我方天画自会证明我比你强。万方天画，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？祸从口出，你的毛病就是话太多了。楚凌风，若是识趣一点的话，现在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好，我可以回避，反正无名先生也不在房间内。装什么呀？说的好像跟你有透视眼似的。你休想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四大家族既然能赢你1次，就能赢你第2次。请无名先生出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你休想干预我。不信，你就试试喽。我就是无名，你们找我何事？竟然被他说中了。无名先生，您真的不在房间里？这又不是监狱，我为什么非得在房间？不在房间，那我请问，你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还敢质疑我啊？方天画，你给我闭嘴！燕儿，无名先生一直神秘莫测，我们不能这么轻易就相信。万一他是楚凌风找人假扮的呢？方天画，你可真是长脑子了。不过我可没这么无聊，找人假扮无名先生。没想到你们四大家族对我充满了质疑，既然不相信，这生意也没法做。你们走吧。先生，请留步。恕晚辈冒昧，我们并非要有意质疑先生，您和我们四大家族的利益息息相关，我们也是怕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所以不得不谨慎行事。好。你们通过了我的测试，没想到四大家族的后代还是有脑子的。尊龙金卡是尊龙金卡，全球仅有1张，是打开这扇门的唯一的钥匙。
这下你们相信我了吧？燕儿，这张卡只有无名先生有权限使用。金卡出现，我们自然相信先生。想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了吧？不必多说了，我已知晓。3日后，中央广场的顶层会全面的开放，我也不介意做你们的和事佬。你们走吧。大计已成，燕儿，这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看到了吧？我早就说过，你赢不了。方千画，你别得意得太早了，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嘴硬呢？无妨，3日之后便见分晓。哦，对了，牧氏应该快出发了，不知道穆雨禾能不能挺过去？你说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穆总正在处理工作，不见客人。你就是穆雨禾？亭亭玉立，不怯场。穆大前培养一个好孙女啊。正是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们就是4大家族的老爷吧？今日突然来访，雨禾招待不周，各位请坐。今日突然来访，所谓何事？穆总，你们几个老家伙能亲自到场，足以证明我们的诚意，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吧。但说无妨，我穆雨禾从来不藏着掖着。很好，丫头，我们4位与你爷爷也算是故交，如今为了一个毛头小子弄得剑拔弩张，是不是有失我们双方的体面呀？那依各位所见，雨禾应当如何呀？穆总，如今你们穆氏护着一个麻烦精，可是会惹来一身骚的呀。没错，穆氏集团好歹也跟随海城50年，若是因为被一个和穆氏毫不相干的人搞得支离破碎，那就太不值得了吧？原来如此，各位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。看来，的确是我做错了。年轻人迷途知返，这是好事啊！爷爷也会替你感到欣慰的。不错，孺子可教。姓楚那小子对你穆氏而言，无疑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把他抛弃，就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我何时说过我要抛弃楚先生了？丫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说我穆雨禾做错了事儿，错就错在不该对你们以礼相待。丫头，看在你在穆大前的孙女份上，我们几个才放下身段和你商量。这里是海城，这里是穆氏集团，我是看在你们4个身为长者的份上，才没有赶你们出去的。我敬你们1尺，你们可不要触碰我的底线呀！丫头，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？这不是威胁。我穆雨禾虽然道行不深，但就算我以命相搏，你们也休想全身而退。年轻人，够狂妄，也够可笑。等到他们穆氏覆灭了，你就知道你今天做了多么愚蠢的决定。哼，商不言商，反而玩什么人情道理？看来楚凌风那小子，还真是把你给玩迷糊了。有本事你们就试试看。这谁钱？爷爷把穆氏集团交给你，这是个错误。那恐怕要让各位失望了。这就是我爷爷的意思。楚凌风，我穆氏保定了。痴人说梦，他你保不住，穆氏你更保不住。我知道你们4大家族手眼通天，在我穆氏处理50年，绝对不是你们好拿捏的玩物。穆雨禾，想必这个你很熟悉吧？我早就掌握了你们穆氏的核心机密，只要我动动手指，你们穆氏就会土崩瓦解。这 U 盘怎么会在他这儿？穆总，穆氏的灭亡已经注定了。穆婉，你我共事这么多年，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，不是你背叛我。他们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穆总，都怪你太不小心了。做得不错，孟婉，你不愧是我上京孟氏的后代。你是爷爷，你是孟家的人？没错，
虽说我只是个弃女，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，就是在等一个机会。待到穆氏覆灭，我就可以重新做回孟家的千金。孟婉，他们是在利用你，不然你也不会沦落到海城，成为弃女。休要天桃胡说！婉儿，你就是爷爷的好孙女。爷爷，我当然不会听信他的话，回到孟家一直都是我的梦想。所有的一切，尽在我们掌握之中。穆雨禾，你为了一个毛头小子如此付出，值吗？好，很好。我没有想到你们算计我如此之深，是我答应了。这 U 盘中藏着穆氏所有的商业机密，而且我们也针对穆氏做出了万全的布局。穆总，认输吧，你现在俯首称臣，说不定我可以向爷爷求情，届时不仅可以保住穆氏，我们还会让穆氏重新做回海城商界的第一把交椅。闭上你的嘴！你这个两面三刀、卖主求荣的人，不配跟我说话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等也就没必要再留情面了。婉儿，动手吧。是。操作一下，让穆氏破产吧。我现在立刻就要看到结果。丫头，你们穆氏明明有着一步登天的大好机会，却葬在你手里，可惜呀，可惜。高老头，少请你那虚情假意的嘴脸。穆氏的存亡还轮不到你们来决定。10年之久，这楚小的气场倒是愈发强劲了。看来请无名先生出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对我这种奇才，终是不能大意啊！这4个老头倒是活得长久，我永远忘不了你们对我父母犯下的滔天罪孽。这一回，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楚小子，你终于出现了，10年未见，想必你大有长进吧？你我之间不必假意寒暄，我的出现不是正合你意吗？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偏来。可怜，笑话！你们几个老东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卑鄙，无法对我直接动手，就打起旁人的主意。4大家族还是一点都没变。那又如何？以不变应万变，对付一个黄口小儿，足够了。还真是不长记性。你们几个是不是忘了10年前被我家支配的恐惧了？陈年旧事，休再提。你楚家当年再风光，直到现在，也是被我们打到远斗他乡。没错，当年是我输了，我输在我当年太过于天真，信了你们的鬼话。想当年我以一己之力将整个楚家带上神坛，如果不是你们在背后使绊子，楚家早就统一商界了。哼，要怪就怪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上京绝不允许一家独大。你当年如此激进，断弹可是我们的后路。我本以为楚凌风是受人迫害，没想到这其中的缘由竟这么复杂。所以说呀，鼠目寸光的还是你们，怪就怪我当年太过慈悲，没有一举灭了你。口出狂言！事到如今，你不觉得太晚了吗？当然不晚。不过你们岁数大了，我可要让你们死个明白。二话，楚小子，纵使你是个天才，如今你的处境又能奈我等何？我知道你的黑金国际规模不小，但与我们4大家族相比，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既然各位如此笃定，想必穆氏集团已经是你们的囊中之物了。小子，不要阴阳怪气，一个穆氏还不足以让我等挂在心上。婉儿，事情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已经结束了？不晚，我在问你话呢，到底什么情况？爷爷，穆氏并没有遭受打击，反倒是孟家损失惨重。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清楚，这一定是楚凌风暗中捣鬼，是他做了手脚。莫儿，你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是不是太晚了？今日所有的情形都在我的意料之内，
也包括你对穆氏的叛变。楚小子，你怎么会算得这么长远？这就是你们当年为何控不住我的原因。木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 U 盘里所有的资料都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没错，是我动的手脚，只不过提前将 U 盘的内容更换罢了。你们拿到的都是一些假资料，我在反向做局，干掉你们孟家，绰绰有余。到清明那天，你出现在办公室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。你真是卑鄙！孟晚，卑鄙这个词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我还奇怪呢，为何那天宴会厅你迟迟不来？原来你早就在为他们卖命了。玉和，要不是这个男人的出现，我早就得手了。楚林峰，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，毁灭我的希望？希望是自己给的，不是建立在毁灭他人之上。那一日我的出现就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的事，我竟沦为了你的妻子。你错了，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妻子的命，只不过是你的固执伤害了你。你连自己都不爱惜自己，你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？楚林峰，你这个贼性啊！来人，把人给我弄出去。怎么样？你们几个老东西已经有一个人出局了，确定还要继续和我斗下去吗？楚小子，你实在是够阴的！别以为穆大家对你无可奈何，燕儿这边已经成功请出无名先生。3日之后，我见分晓，的末日不远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期待。我们走。老人，老人小我，求你带我一起走吧，相信我，我还有用的。没用的东西，我们圣经不许你们的废物，给我滚！孟晚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穆氏的人了，赶紧走。走，交给我自己。孟晚，给自己留点尊严。楚先生，我走他一向听您的，求你帮我说说好话。你的机会用完了。楚先生，听闻您是黑金国际真正的幕后掌权人，如今上京家族来势汹汹，请问黑金国际准备如何应对？楚总，就在刚刚，4大家族对您的集团发起了猛烈攻势。如今黑金国际的烧钱速度前所未见，黑金还能挺到几时啊？诸位，黑金国际是海城商界的门面，我们绝对不会被商经所左右，请大家相信楚先生，相信黑金国际。既然如此，我想请问穆总，曾经的敌人变成了并肩合作的伙伴，请问您和楚先生是否已经成为了恋人？没错，我们确实已经升级成了恋人的关系。穆雨禾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不想惹麻烦，就给我好好配合。那请问，段氏千金段芷嫣小姐一直对楚先生一往情深，如今您有了新欢，段芷嫣那边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们怎么不直接问段芷嫣本人呢？他人不就在哪儿吗？你们怎么不问段芷嫣呢？他人不就在哪儿吗？我是段氏的人，注定和你们是对立面。海城迟早都是4大家族的囊中之物，就算有你在，我们也胜券在握。不信的话，3日之内自见分晓。所以，这场商业狙击是你发动的？我就是要让你心甘情愿地回到我的身边。段芷嫣，你真的是疯了！因爱生恨，竟让你变得如此扭曲。穆雨禾，别得意。快活不了几日了，快你就会知道被人横刀夺爱是什么样的滋味。好，我等着。哦，对了，中央广场的郑先生知道无名先生要出山的消息，
已经快马加鞭地赶来海城了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又多了一个对手。麻烦转告那位，1分钟之内我会出现在他面前。养兵千日，终于轮到我出场了。楚林峰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休息啊？你不会真的放弃了吧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这个郑云深居浅出，不问世事的，这个时候跑出来添乱，如果他真的横插一脚的话，那我们就真的没希望了。少爷，人到了。穆总，隔着老远就听到你在说我的坏话，不合适了吧？郑云，你这个时候过来，不会是提前下战书的吧？穆总，你可别乱说话了。少爷在这儿，我怎么敢呀？什么少爷不少爷的？你在说什么？属下郑云拜见少爷。楚林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郑云是我楚家的旧部，只不过一直安插在海城，鲜少有人知道罢了。是啊，最近听说海城商界发生了不少的事儿，大爷这回找我来，想必肯定是有事情要嘱托吧？没错，我想让你营造出黑金市值缩水的假象。这还不简单？可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？这次商业狙击并没有那么严重，以黑金现在的规模来看，这像小儿科一样。郑云，这次做手脚的可是段家，你们黑金就算再有钱，也不能和段家比吧？少爷，这件事儿你还没跟穆总说吧？你们又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废话怎么那么多？你就说能不能搞定吧？能搞定，马上安排。安排好公关媒体水军，以最快的速度改变舆论方向，营造出黑金国际苟延残喘的假象。20分钟内，我要让整个商界都知道。郑云，你这造假的技术可真是越来越专业了。还是少爷教育的好，少爷这一招将计就计用的实在高明。3天时间，就算他们用尽全身力气，也查不出背后的真相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接下来就准备美美的吃一顿吧。准备好了吗？今天可千万不要再说差的，否则我们方家就要彻底被踢出4大家族的行列了。放心，爷爷，这一次我一定给咱们方家证明。很好，只要我们不接受海城的和解，那么武明先生就没有理由站在上云这一方。只要他肯出手，撂倒楚林峰，插翅难逃。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莫不是知道了今天注定的结果，心里不痛快了？方天画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很贱？楚小子，先前是我们方家大爷才让你暗地里钻了空子，以后你再也不会那么走运了。这么说，还是你方老头比较精明。你们只不过是段家手下的棋子罢了，否则之前怎么会派方天画这个脑残去单刀赴会？放肆！休要挑拨离间！挑拨离间？好，那我问你们，为什么上京家族之首不是你们，而是他们段家？方家现在的处境是我的失误导致，要是没有段家，我们又岂能起死回生呢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你少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什么样的德行，我们大家有目共睹，不用你在这儿假惺惺的。那我们就看看，你们今天跟着段家究竟会有什么下场？楚小子，在人背后嚼舌根子，这个习惯可不太好啊！今天我就替你父母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为老不尊，段老爷，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也该为你自己以后积点阴德了吧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人家伤疤，是不是有点冒犯？冒犯？要不当年楚小子一意孤行，说不定他楚家还能保得住。我等也不会四面围剿。说到底，都是他自己害了楚家。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。楚哥哥，不，楚凌风他现在已经被逼到了绝路，说的太过分，有损我们段家的声誉。爷儿，你这是替他说话吗？是呀，言儿，这种人不值得怜悯。我自然是知道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和他做一个了断。段之燕，
我劝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我保证，今天不管段家下场如何，你以后的生活都会不会。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只要你现在收手，我们段家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说得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孙女儿。臭小子，你的大话我记住了，要想绝对翻盘，痴人说梦。谅他也只是做垂死挣扎罢了。如今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这只囚鸟，今天休想再飞出去！囚鸟，10年之前你们也是这么说的，最后还不是被我逃出升天了？楚凌风，今非昔比的可不止你一个人。就算你先赢2局，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胜利。3日前，你们的商业受到了很大的阻击，你根本不可能翻盘。如今外界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，你的黑金国际也只是苟延残喘罢了。若是等到无名先生出面，恐怕你的结局会更加的凄惨。这次不仅要你万劫不复，你身边这位，包括海城商界的所有势力，都要与你合葬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家族这回要动真格了，若楚先生真的输了，我等该何去何从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赢了万事大吉，要输了万劫不复啊！不要着急下定论呐。海城商界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。我们既然选择了楚先生，那就相信他有足够的底牌，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。既然我们上了这条船，我们就对楚先生有足够的信任。您怎么来了？几位老朋友从上京远赴而来，我穆大钱作为海城人，应尽地主之谊呀！穆大钱，你这个老妖怪，总算是露面了。一晃几十年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偏激一隅，制霸一方，到头被一个年轻人拉下神坛，你的心里真的过意得去吗？段兄何出此言呢？江山代有人出，我们商界后继有人，你我应该感到庆幸才是。穆大钱，想不到你人老了，心气儿也没了。我爷爷白手起家，已然是一方传奇，自然比不了你们世代相承。但是要论识人的话，恐怕在座的各位都无法与我爷爷相提并论。识人？看来海城还真是没什么人才了。楚凌风，这回你该看清自己几斤几两了吧？你们都听好了，今日我们4大家族齐聚海城，是你们海城商界莫大的荣幸。你们如果识相，最好看清形势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楚凌风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么不识时务，以卵击石。好手段，方天画。直到今天，我终于发现你的优点了。煽动人心方面，你还是有点的。他们只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罢了。那么现在还有人要改变主意吗？既然诸位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，那我希望你们接下来可不要后悔。现在站在我楚凌风身后的，日后我必定不会亏待。有功夫来这儿口出狂言，还不如想想自己的去处吧。我楚凌风既然敢说，就必定言出必行。楚凌风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，接下来我们段家可不会在手下留情。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。楚凌风的底细连我都摸不清楚，你们怎么可能摸得清呢？不必多说，一会儿自尽分晓。好，楚先生，我老头子纵横半生，虽说到了风烛残年，但也不介意跟你疯狂一把。我今天就算是赌上穆氏，也要为楚先生铺出一条天路。那恐怕你们穆家算是白搭了。诸位可好？无名先生到了，楚凌风，你完了。中央广场顶层许久没有这么热闹，拜见先生。大家不必客气，我这次出面只想做一次和事佬，至于没有谈拢，我也会择一人而选。楚凌风，
你怎么敢不尊重无名先生？我凭什么要对他俯首帖耳？我看就不必协商了吧。海城商会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，这个楚凌风根本不把这次会谈放在眼里。那依你所看，我应该如何去做？依晚辈看，必须严惩此人。无名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看没把我放在眼里的人是你，你还敢教我做事情啊？无名先生，我哪敢教您做事啊？我再有胆量，我也不敢指挥你啊！指挥，说得好。我看你们4大家族是越来越狂妄了。不好意思，无名先生，他不会说话，您别跟这个狗东西一般计较。无名先生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您啊！你这个狗东西，给我闭嘴！你笑什么？恐怕你还没有这个机会让无名先生教导你。怪不得都叫你狗东西，我可没你那么下贱，被人打了还要替人说好话。小子，你当真是放肆！无名先生在此，你却一而再出言不逊。看来不必动我出手，无名先生便会教你赶尽杀绝，如出双界。无名先生本是一番好意，将我等聚集于此，再给你们海城商界留一丝回旋余地，没想到你毫不领情。没错啊，我等倒是习惯了你这飞扬跋扈的态度，可无名先生是何等的高度，岂能容得下你这种狂妄之徒？让我尊敬他？你们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楚凌风拜天拜地拜父母，就是不拜世间凡物的一切，更何况他的身份我一清二楚。楚凌风，你说什么呢？虽然我们不一定要与无名先生结盟，但是也没必要与他为敌呀。这样做只会让我们显得更被动。杨哥，安心听着，不要妨碍楚先生。不必多虑，我楚凌风做事岂会莽撞？楚凌风，我劝你还是想清楚了再说话。无名先生的真容，就连我都未曾见过，你怎么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我看他呀就是胡诌，越挣扎，最后死的就越凄惨。无名先生，依我看，这一切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了。海城商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，罪不可赦。是时候让他们灰飞烟灭了。没错，最后的胜者只能是我。好，那我就叫你们4大家族输。无名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听不懂吗？无名先生，若是以前这个逆子说错了话，我让他跪下来给你赔礼，你千万不要拿这种事开玩笑啊！无名先生，都是我不好，冒犯了您，我向您道歉，我向您道歉。这无名先生怎么开始针对4大家族了？这兴许又是无名先生的良计。我说啊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靠山吗？也不怎么靠谱嘛。这场游戏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？那岂不是太无聊了？楚小子，这是跟你什么关系？无名先生只是对我们略施惩戒，又没说帮扶你们。没错，再怎么说，无名先生也是我们4大家族的背后之人，再怎么做也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。真有意思，谁说无名是你们4大家族的人？无名先生，我知道你心里面还有气，若是您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我们定当遵从。定当遵从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自断生路。自毁生路？无名先生，这句话不是认真的吧？之前不是你们跟我说，只要我提出，你们就会去做的。现在你们怎么不做了？无名先生，老夫还是不明白，你在我们背后只是多年和我等的利益绑定的根深蒂固，现在又让我们自毁生路，岂不是相当于阻断臂膀？原来你们也知道被人鱼肉的那种痛苦了。无名先生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4大家族平时也没少给您好处，事到如今，您不会是想倒戈吧？哎呀，方千画呀，往后，没想到竟被你看了出来，你还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无名先生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个小子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，竟然放弃我们4大家族？好处，他当然给了我好处，就连我的命都掌握在他手中。无名，你也是时候给大家亮个相了吧？拜见楚先生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
我究竟是谁？程总，程总，你竟然就是无名先生！楚先生啊，真没想到你这招瞒天过海把所有人都算进去了。我虽然心有所感，但还是震惊得很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接下来有更好的戏在后。当然，这只是开始，重头戏得压轴上。妈的，老子竟然被一个楚家的下人侮辱！方天画，你这就是活该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们四大家族的背后，竟然是这楚家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没错，这个无名先生一定是假的。你凭什么说他是假的？你有证据吗？当然，那日我们去拜见无名先生的时候，楚凌风就跟在我们的身后。他早就知晓无名先生的穿着打扮，所以今日才给我们演了这么一出戏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混淆视听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楚凌风，你可真无耻！你们说的没错，我一直都想提醒你，那一日我们4个人当中，有一个就是无名先生。说什么？我承认我不是无名，但真正的无名就是楚先生。楚凌风，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呀？你心里不是早就有底了吗？那我也不知道你就是无名先生呀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言尽于此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你们这些人是斗不过我家少爷。好一个言尽于此，我们是不会信的，除非你能拿出来实质性的证据。对，还有尊龙金卡，只有真正的无名先生才能取出此卡。你说你是无名先生，那你就当着大家的面取出这张卡，证明给我们看。当然不能。中央广场的主人郑云，传闻商界中只有郑总一个人见到了无名先生。小子，这回看你还狡辩！郑总，您终于到了，这里有人冒充无名先生，还是2个，您可得给我们作证呀！既然有人敢冒充无名先生，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。郑爷，你来的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压轴菜一直都在等你上呢。别装了，楚凌风，刚才郑总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拿不出这张卡，这已经是最有力的证据。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冒牌货！我确实说过他取不出这张尊龙金卡，但我并没有说过他不是真正的无名先生。郑总，您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吧？你怎么能证明楚凌风是无名？难道你们俩在私底下也串通好了？你也配质疑我？别忘了，这里是中央广场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不想待，我立马请人送你一程。郑总，明明是你刚刚说过此人无法取出尊龙金卡，那就说明他并不是无名先生啊。确实是这样，这张金卡我只是代为保管而已。无名先生为了保险起见，他把金卡授权于我，也就是说，这世上除了我，再也没有人能取出这张金卡。今天，我就要让你们看看这金卡的主人究竟是谁。什么？少爷？楚凌风，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段志燕，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，你还不肯死心吗？我明白了，原来他是楚家一直安排的是海城的暗桩，这个楚凌风把我们都算计了。段老头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事到如今，你们最大的底牌都在楚凌风的算计当中，你们4大家族已经输了。没想到啊，久居在我们4大家族的背后之人，竟然是这小子！我等终究逃不过命运，逃不过楚家的掌控啊！就凭你们也配提起楚家？若不是你们栽赃陷害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都是拜你们所赐。我布局10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小子，这都怪你自己，是你的出现威胁到我们。若不把你除掉，我们又何从寻找生路？我楚家崛起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损害你们的利益，但你们却迫不及待地想置我楚家于死地。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。今日就算不能把你赶尽杀绝，也得剥一层皮。少，你这老头还真是冥顽不灵。少爷身居幕后11年，早已洞悉你们的一切，你们这就是
自寻死路。可别忘了，黑金国际受到狙击后也是生不如死。就算你是无名先生，你现在手里只有1张筹码，而我们还有2家。你就那么确信黑金受难的消息不是假的呢？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次商业狙击是段家亲手操控的，我就不信你们黑金国际比段家还能砸钱。其实你可以看看你们段家损失多少，黑金又是什么情况？老爷不好了，现在段家已经损失过1000亿了。那黑金呢？黑金基本没什么损失。废物，给我接着砸，死了他们挺不住为止。爷爷，不可！现在段家已经这样子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段家会万劫不复的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放开你的脏手，不要碰我！娘儿，你怎么了？方天画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你呀，只是他用来气楚凌风的工具罢了。你在他眼里，连一条赖皮狗都不如。娘儿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在我心里，你连楚哥哥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，你凭什么跟我的楚哥哥相提并论？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赢回楚哥哥的心。楚小子，真是害人不浅，我孙女都比你还惨了。完了，他给我闭嘴！史嫣一直都是被你坑害的，要不是你10年前一纸假婚书，他会陷得如此之深。你一直都在利用他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他的亲人。老爷收手吧，段家已经支撑不住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段家怎么会如此脆弱？你们以为我说的布局10年，就只是说着玩玩而已吗？我以无名的身份渗透到你们幕后，早就做了万全的准备。你们4大家族覆盖的所有领域，全部都被我拿下了。说白了，就是你们出去的钱都在我这儿。怎么会这样？程岩、郑云，直接动手吧，让4大家族土崩瓦解。是，少爷。动手吧，让段家破产。怎么样？这个结果，你们还满意吗？楚小子，你好歹毒啊！以彼之道还彼之身，我这个人尊重长辈。我说过，我会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楚少爷，曾经手下留情呐。当年我们都是受了段老头的蛊惑，才对你楚家出手的呀。是啊，楚梦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。我们也是被段家，都说段家嫉强妒能，我们也是被他利用了呀。爷爷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楚哥哥，事到如今，我才知道自己做错了多少事情。我堂堂段氏的千金，竟然会愚蠢到相信一个仇人能够回头。可是楚哥哥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剩你一个人了。止步吧，段小姐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痴念与幻想。你对楚凌风的感情都是你的占有欲，而不是爱。希望你能早日想清楚，重新振作起来。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痴妄吗？楚大少，这段老头都已经不行了，你的仇也已经报了，是不是可以放我一马呀？是啊，楚少爷，我等保证以后保证与你楚家马首是瞻。你们现在知道道歉了？10年前你们在干什么？但凡你们有一家站出来为我们楚家鸣冤，就不会走到今天。想让我放过你们，白日做梦！这份资料我收集了10年，里面全是你们对楚家的犯罪证据。这份资料足够让你们把牢底坐穿。至于我家少爷原不原谅你们，能活着出来再说吧。楚小子，你不能这样呀！我们和楚家族的过交，算起来也是你的长辈啊！楚公子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你放过我爷爷，你要放过他，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。方天画，你是个有孝心的人，10年前的事跟你无关，你赶紧走吧。以后你要是想找我报仇，我随时奉陪。我就一刀捅死你！我就一刀捅死你！哎，孙子！就是你欺负燕儿的下场！来人，快把他拉下去，关起来！医生，赶紧给我叫医生！孟老，没事吧？
哦，我的天！月光公，快看看我孙女啊！我是不是要死？我才刚刚在一起，我不想死。你别说傻话，赶紧给我叫一声啊！哎呦嚯，宝贝儿来了！哎呀，真好！哎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吗？来，交给你。哎，对，这真好，真好，拿出来，使劲你也看。来，你看，嚯，这大炮好玩吗？宝贝，哦嚯，你看你爸爸来了。爸爸老爷夫现在的报纸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上面写的都是你我妈妈。你还小，你不懂。我跟你爸爸这叫呢神仙眷侣。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。